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 setLeaderPose component 实现了组件跟随着我们的角色网格体移动。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组件自身的动画蓝图被忽略掉了，没有办法生效。现在我们想自己去写一个功能，模仿这个 LeaderPose，在每一帧中把主网格体的运动复制给它的所有组件，并且不去影响组件的动画蓝图的生效。来观察一下我们的主网格体的动画蓝图，可以看到它继承自 MyCharacterAnime_Instance， 这是我们专门为角色创建的一个动画蓝图类。我们的所有的组件的蓝图，它继承是 MyFollowerAnime_Instance， 并且所有的部件都是主网格体的一个子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在主网格体的动画蓝图中去维护一个列表，其中包含了所有子网格体动画蓝图的一个引用，然后在每一帧中我们去便利这个宿主把主网格体中的角色运动信息直接复制给所有的子网格体。我们来到代码中，找到 MyCharacterAnime_Instance 这个类，这是角色使用的动画蓝图，以及 MyFollowerAnime_Instance， 这是部件使用的。好，我们先来创建一些成员变量。首先，这两个类会经常需要访问对方的成员，我们给它设置一下有源 friend class。把这边复制过来。好，然后这边同样的，我们重写几个函数 virtual void。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initialize， 因为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些信息。然后我们需要在每一帧中去复制角色的运动信息给组件。这里我们使用 post evaluate animation 这个重载，因为我们想要确保在我们复制这个运动信息的时候，计算已经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创建几个指针。在这边，之前我们创建过这两个指针，我们都给它复制一下。因为在这个角色的动画蓝图中，我们也会需要用到这些信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我们需要去持有一个组件动画蓝图的引用，它是一个宿主 TArray。然后我们使用 TWakeObjectPTR 的形式来保存我们的object 的引用。WakeObjectPTR 它的类型是上面这个，然后给它取一个名字 custom follower anime instance。
然后给它初始化一下，好，这样就行，初始化成一个空的数组。接下来我们来添加一个标签，使用布尔变量 b a w follower dirty 初始化等于 false。我们利用这个标签来判断是否需要去更新我们的这个列表了。那么我们就还需要2个函数，一个是用来添加这个 follower 到这个列表中，另外一个是用来移除的 void， 我们叫做 add follower instance。那么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参数 u plus， 好，这样没问题。然后第2个 remove follower instance， 好，这样做也没问题。上面这一块应该是 public， 然后这一块用一个 protected。好，这样一个头文件就写好了。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些函数，生成定义。好，这边首先初始化，这2个我们已经写过一次了，在这边来复制一下。这一块，然后把这些删掉。好，这边同样的，我们要引入这个头文件。好，这2个就复制好了。然后下面这边，如果是添加数组的话，我们把数组拿出来，add unique， 直接添加上。如果是移除 remove， 没有问题。移除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标记更新。等于去，然后在这里我们要复制角色的移动信息。由于它是每一帧调用的，我们需要更加谨慎一些，所以我们先对这个数组进行一个查看，确认它是否为空。如果我们已经没有 follower 了，我们就不需要去更新这个信息了。if 点num 等于0吧，等于0，我们直接 return。接下来我们要去判断这个标记，如果我们的数组是需要更新的，我们先进行更新再操作。if b dirty， 好，现在我们来更新这个数组。我们这样做，我们想要把所有的无效的
weak object ptr 给移除掉，所以我们需要便利这个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判断它是否 is valid， 如果不是，我们就把它移除。那我们这里使用 remove， 这个 remove all swap， 然后里面我们需要加一个 lambda 的话，我们这样写。这边我们需要传递引用的形式，每一个 instance， 然后这边是 lambda 内部，我们 return 一个叹号 instance 点 is valid， 没问题。意思就是说，对于每一个这个数组内部的 instance， 我们去判断它是否是有效的。如果无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值给 remove 掉。好，移除完之后，我们需要再次判断是否为空。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复制角色的移动信息，并且传递给每一个子网格体了。但是这边我们还没有讲原理，所以我们先不写。我们写一个 to do。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头文件。我们先来写几个重载函数。首先是我们需要注册，这个，然后我们需要在取消注册的时候，这个 uninitialize。好，我们再来写几个成员变量，同样的使用 weak object ptr my character instance。好，这个类型是对的。这里我们叫做 master name instance， 代表的是这是它的副组件。另外，我们顺便再来获得一下自身的骨骼网格体。骨骼网格体的类型是 class u 开头 skeleton mesh。看一下 u skeleton mesh 没问题，我们就叫 mesh。好，接下来我们还需要 u property transient。我们现在写出来，然后给大家解释 t array f transform。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叫做 leader chance。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边是一个 transform 的数组，它用来存储每一个骨骼的 transform 信息。我们知道动画是由一帧一帧的画面连起来形成的，那么每一帧的画面呢，它是代表的是一个姿势，角色的每一个姿势呢，是由骨骼中所有的骨骼
旋转、位移等信息共同组成的，对不对？那这些信息就可以用 transform 来进行表示，把每一个骨骼的 transform 信息都记录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来描述一帧中角色的姿势，然后把每一帧的姿势连起来就是它的动画。所以我们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储我们的 leader pose 中的骨骼姿势，然后我们在上面加了一个 uProperty transient 这个标签，因为这个姿势在每一帧中都会变化，所以我们加这个标签标记它是一个异变的，这是对优化有一定作用。好，我们给大家初始化一下，给一个空的宿主，然后找到 CPP 实现这边来写一下。首先来初始化一下，我们先得到骨骼网格体，判断 if const 的形式u skeleton mesh component， 我们先得到这个组件指针，叫它 skeleton sk 等于 get skeleton mesh component。这边我们无法解析这个符号，因为我们没有导入这个的一个 include 文件。那我们 include 一下。include， 然后它在 engine 中 engine skeleton mesh 这个头文件。哦，这个拼写的应该不对，我们重新打一下 get skeleton mesh component 这个。那么这个头文件我们其实还是有用的，我们就先不给它删掉了。好，继续，我们得到之后判断它是否是有效的。skeleton， 并且我们在这边顺便判断一下，我们获得的这个 mesh 是否也是有效的。get ske 这个 skeleton mesh asset。 好，如果是有效的话，我们把它设置过来。没问题，就这边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获取这个值，一样的，我们都要先进行判断。const 这个就用 auto 好了 ，auto master comp 等于 cast u skeleton mesh component。 我们先获得副组件，这边用 get owning component， 我们先获得自己的组件，然后我们去获得我们的副级，这样 get attach 这样下 pt attach parent 这个吧，找到我们的副级。好，如果我们获得到了这个 master comp， 并且它是有效的，我们再来
master anim instance 等于我们 cast 一下，它的类型是 you my character anim instance， 对吧？然后我们从这个 master comp 去获得 get anim instance， 没问题。好，这边我们这两个就都初始化完成了，然后在已经获取了我们这个 master anim instance 之后，我们把自己注册给它，因为我们前面这边不是有一个这个列表嘛，我们还没有从这个 follower 中注册过来。好，我们去调用它的一个函数。是 add follower anim instance， 然后我们把自己注册过去，就是 this。那么注册有了，我们还需要一步取消注册。当我们这个 follower anim instance 不需要的时候，比如说它被销毁了的时候，我们需要取消注册。那我们就在这个 uninitialize 里面去做。好，这边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因为这个 cast 它并不安全，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东西它是否是存在的。instance 这个是 t-weak object ptr， 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判断，我们要点 is valid。好，像这样。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这边我们改成 remove。好，这样就写好了。编译。有问题啊？我们看一下。无法从 U 转换成 T skeleton mesh。好，我们这里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这个地方我们拼写错误啊。这地方是 TAL， 这个。然后这边讲一下，这边我们在使用 t-weak object ptr 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编译错误。它的问题一般情况都是我们每一个赋值的 t-weak object ptr， 就在这边赋值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类型的详细信息，那么我们就必须包含它的头文件。我们来检查一下，比如说这个 my character anim instance， 这是我们自己的类，我们要在这边包含它的头文件。这个 skeleton mesh，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包含它的头文件。然后我们在这边 my character 这个里面也有几个 a character， 我们这边已经包含了 character。这个 character movement， 这个是我们刚刚自己加进来的，大家可以加一下 include 这个 character movement component 这个头文件。然后是我们这边自己的这个 follower anim instance， 我们也是刚加进来的。我们把这个引用加进来。好，再编译一下。好，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好，然后我们继续，这边我们的 leader chance 这个姿势信息还没有被传递过来。我们回到之前这边的这个 to do， 在这里我们要获得姿势信息，并把它传递到每一个组件中去。首先我们获得一下，我们用 const 的形式，然后它是一个 t array f transformed
们叫它 chance 等于get skeleton mesh component，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获得 get bone space， 就骨骼空间的一个 transforms， 就这个，它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f transform 的一个数组，对于每一个骨骼的。接下来我们开始便利 for， 直接用 auto 了，引用的形式 follower， 然后在这个数组中没问题。我们 follower 点 get， 因为是 weak object ptr， 然后 leader chance 等于 chance， 这样就传递过来了。但是我们这边要先判断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这个函数执行的过程中，那个 leader 这个 follower 它已经失效了的话，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导致程序崩溃。所以我们需要确定我们这个 follower 它一定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值。if 叹号 follower 点 is valid， 就如果无效的话，我们 continue， 我们跳过这个循环，并且在这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数组标记成脏了的，就这个，这样我们下一帧开始的时候就会重新去设置这个数组，这样。好，编译一下，这样我们这两个动画蓝图逻辑就写完了。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期先到这里。